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一夫，大家好。另外在现场呢，立法院荣誉顾问参哥哥陈柏惟，马上刚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从昨天柯文哲民主党的前主席柯文哲正式交保以后，所有的政治新闻，我昨天就讲，中华民国昨天只有一条政治新闻，好吧，全部都是柯文哲柯前主席的，包括他去了哪里，他到了哪里，吃了些什么东西，包括要过火炉、踩瓦片，这些全部都是重点。当然，今天柯文哲柯前主席呢到北院去，因为有证人诘问的一些问题，那这整个案子牵动着，包括好未来柯文哲柯前主席到底政治生涯会怎么样，包括另外一件事情是，从昨天到今天，柯文哲前主席讲的每一句话，蓝绿白之间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跟着这样的一个晃动。好，那他讲了一段，然后包括批了总统府，总统府要做了回应。他说在北所里面也看不到阳光，北所要出来做回应。他直接讲，就这几个检察官把台湾搞成这个样子。OK， 好，然后北检呢除了回应以外，那正式要提了抗告，所有这一切都绕着走。来，一善是有人讲说，对于柯文哲柯前主席来讲的话，从9年到今天，甚或在未来，因为毕竟被羁押了1年左右，未来就是整个复仇的模式大爆发，会是这样吗？没错啊，柯文哲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最厉害的谎言是什么？最厉害的谎言就要说到连自己都相信。昨天他表演的淋漓尽致啊！为什么说表演的淋漓尽致？昨天那个出场的格局啊，出场的模式啊，270公尺走了17分钟，那只有总统大选大进场或大退场才会有的模式啊！所以你看他3段式演讲哦，在门口讲了一次，在中间群众场合里面讲了一次，上车前还讲了一次啊！讲了些什么？其实5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洗脑嘛，洗脑我是清清白白的。第二个重点就要定调是政治迫害嘛，所以我在北院啊北所里面啊24小时见不到阳光啊，我是曼德拉，所以我见不到阳光，我被关起来嘛。另外就是检察官你们滥行啊，你们故意把我关起来，所以叫做定调，叫做政治迫害嘛，累积他的政治能量。为什么提到韩国瑜，讲到那莫忘世上苦人多，故意讲出韩国瑜嘛，还讲到大罢免32-0，你们这些国民党的立委都要感谢我柯文哲啊，虽然骂的是检察官，但是要感谢的是我柯文哲被关啊，所以叫展现政治的能量。最后就是对决赖清德嘛，所以提到2次赖清德的名字。最后一点最重要了，他说绝不投降，明天上攻啊！最重要一定要放在最后面，因为上攻之后我对面啊，就是明天上攻啊，所以尚义夫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啊，所以放在最后面。重点是明天上攻，果然今天就上攻了，因为今天要做侦查啊，那个北院要开始开庭啊，开庭就要去了嘛，包含今天所有的政治风波，所有人都上攻了。总统府第一个要回应嘛，因为他骂了2次赖清德嘛，说总统府就是说总要尊重司法，攻击所谓的司法跟攻击元首，污蔑司法是无助于厘清案情的嘛，这是讲的4平8稳。但是北所就不一样了，我们明明就有阳光啊，你关的那个地方我们有开窗子给你啊，包含你在我们还要安排你运动的时间啊，所以北所就出来回应嘛，没有24小时见不到阳光这件事情，所有的收容人都有见到阳光的机会，大家都是健康正常的作息嘛，包含你柯文哲也是9点就去睡觉嘛，他身体还看起来还不错嘛，所以没有所谓的政治迫害这件事情。另外检察官最重要了，因为检察官啊，柯文哲很大力的批评检察官啊，他说啊，请问检察官，你们查了1年，到底查到什么？什么都没查到，就这几个检察官把中华民国的司法社会公信度全部摧毁掉了。然后他还特别啊，检察官让你交保出去，法官让你交保出去，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你不能串证，或者是接触证人嘛。这些事情他昨天演讲的时候特别提到李文忠，而李文忠这个礼拜就要开庭了，就要传讯证人。你特别我交保的第1天，你就讲到证人，而且是这个礼拜就要交叉诘问的证人李文忠。他说李文忠只收到一个简讯就被涉入所谓进华城案，那一通简讯很重要，210万收贿赂，而且进到民众党的党部里面，包含所谓的朱雅虎都承认那个东西就叫做感谢560
660嘛，所以一通简讯，所以李文忠重不重要？但是他为李文忠申冤说，收到一封简讯就赦人于罪，这个不是串证，什么是串证？这就是明显的串证啊！那串证不只是这样，包含这个陈志涵。今天上车的时候，陈志涵在旁边了。陈志涵也是同案被告啊，因为有所谓的政治现金的问题、穆可案的问题，这些都是同案被告。结果柯文哲今天在上车之前就跟陈志涵同车，这不是接触证人，什么是接触证人？所以检察官放你一天出去，就是要看你的表现，你到底没有违背所谓法官裁定你交保的这些理由嘛？所以你又骂了检察官，又违背法官裁定交保的理由的时候，我检察官当然要把所谓裁定科信应信，就是应小薇倒霉了，应小薇什么都没做，也要停止羁押一案，本署将尽速依法提出抗告嘛。所以应小薇倒霉被柯文哲害了，他什么话都没讲。结果这2个案子同时都要提出抗告，而柯文哲为什么知道他有这个底气？他明显的知道他现在在北院前面的这些演讲违反了交保的规定，他为什么有这个底气？因为他觉得检察官即使抗告也不会成功。第2个理由是，即使成功了，我被关，因为大家都在推测嘛，大概明年1月左右就会审判，一审会决定嘛。那我交保的时间，我顶多被你再关3、4个月，而是关3、4个月有好处啊，他的7000万就会返还回去了嘛。7000万7000万，各位朋友，7000万一年的利息算2%好了，2%就是140万，更低一点，你至少每一个月有10万啊。他这个被交保进去，这3个月被关，1个月就先赚10万再说。而且交保金如果这次没有返还，他是要等到3审定验才会还所以你看5、6年累积的这个利息有多少？所以这个交保金他算得很清楚，即使我被羁押出去了，我因为返还这个7000万的交保金，我获得的利益比我被关进去还大啦。所以柯文哲现在根本不怕检察官你去提抗告，因为他已经算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我得利最大啊。所以柯文哲这整个的目的已经都不是为了司法会不会被还押的问题，或者在法庭上的攻防有没有利益的问题，他整个在做政治上的操作。OK， 来阿苗是科班出身，看一下这整个案子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当然不要讲说礼拜五，因为礼拜五就已经预知说是可以交保了，只是没有出来，要沉思，要再考虑一下。到了昨天出来，从出来那一刻，在北检前面所发言，一直到今天，所有这些相关一些的内容。好，今天因为他还是要出庭嘛，出庭去诘问证人。那政大地震系的教授、前督委会的委员，然后去诘问，包括说是有性证人还是敌性证人，这个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包括论证精华程。但是刚才一善所讲的。从柯文哲出来以后，他难道不知道他这么高调的所有这些，那是不是多多少少会违反到刚才讲说，因为法院在预知交保的时候特别有讲，不可以接触还没有经过交互诘问的证人啊，所有这些，柯文哲难道不知道这个过程，包括喊话李文忠或什么，是不是在这里面会引起一些的争议？甚或北检提抗告，如果照刚才讲，我也不在乎你提不提抗告，抗告如果要是抗告，如果要被告人打回来，你看吧。是不是法院认证是这个样子？如果高院再那个，会引起多大的一些政治上的风波？虽然法律原则上法律该归法律，政治该归政治，但是当碰到这个案子的时候，能够这样切了吗？这个如果说跟别人去跑马拉松哦，体力不好，跑不赢怎么办？可以换项目，换游泳，说不定人家不安水性，对不对？你可以在里面像蛟龙一样，这个。那人家不安水性灭顶了嘛？其实现在柯文哲哦，他确实你要承认他有他过人之处，就是他换项目啊，金华城也好，政治现金案也好，它的本质是一个司法事件，这个司法事件从800多页接近900页的起诉书跟证据清单，一直到后续的公开审理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报道你可以看到很多证人出来的。指控很多证人出来的陈述，都再一次的确立了侦查中那些被检察官引用在起诉书里面的证言嘛。所以在司法上面，确实啊，柯文哲现在啊是很难赢。现在一般外面都预估说要全身而退的几率不是没有，但非常微小。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换项目啊，司法卡关可以用政治闯关啊。
这个法官跟检察官啊，你说他们的法学素养在深厚，毕竟啊是考试出身嘛，考上了国家考试之后，在这个辛亥路司法官学院受训2年，分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法律的工作。请问政治他们懂吗？政治尤其是牵涉到造势，他们懂吗？柯文哲现在他不跟法官、检察官在玩这个司法的马拉松了，他直接把战场转移到我们来比游泳，而且是在什么？是在海象最凶险的海里面游泳。你马拉松再厉害，对不起，你不安水性，一下子灭顶嘛。昨天的这个整个交保的画面，你看得出来，民众党过去这一整年来造势有成。其实总统大选结束之后，蓝绿啊都没什么在造势了，就是偃旗息鼓嘛。但是自从去年8月民众党的这个事情开始之后啊，不断造势，每一次开庭外面都有小造势、小聚集。然后遇到重要的事情之后，都还有中型的聚集，有没有？那在关键时刻大造势啊，自由广场，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司法假走读真抗议嘛？其实这些全部都是类比选举的时候造势。所以昨天的那一个柯文哲出来哈，其实啊还是要离开了看守所之后，在政治上他叫大进场。所以昨天的那一个柯文哲出来哈，其实啊还是要离开了看守所之后，在政治上他叫大进场。从一开始铺排在法院门口，不受访只演讲，演讲完之后还要去走一个200公尺夹道欢迎，半小时走不完。夹道欢迎半小时走不完，那在这个选举场合上那叫大进场。大进场的画面拍下来要干嘛？要在网络上面有短影音、有中影音、有长影音、有照片、有图文，去宣传什么？这个候选人受拥戴的程度。他走到那个大进场到终点之后，上车之前还在站在这个车门上面振臂再做一次演讲。而且呢，你看他的前面大进场前那段演讲，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说定调，他说这是冤狱。第二个重点，国民党大罢免32-0，是因为检察官羁押柯文哲，意思就是喊给国民党听，你不要以为你多厉害。第3点，赖清德你自己好好想想吧。3段论一气呵成之后，到了大进场结束，在车子上面绝不放弃，绝不妥协，跟支持者喊话。你看他这整个讲完之后出现什么？网络上面所有的短影音出现了，照片出现了，长影音出现了，一直到什么？到了回到新竹老家之后，还在持续哦。大家你看我们这个他们释出来这个照片，大家看到他母子情深啊，家庭和乐啊，还有友情啊，和乐融融之后，有人看到什么？桌上有2支麦克风啊。我请教一下，中华民国台湾的司法史上，所有贪污案的被告有蓝有绿，有没有人交保回家之后跟家人聊天，桌上要放收音麦克风的？柯文哲创下多个第一啊！第一个这么高调的贪污案被告交保，第一，蓝绿都没有这样的。第二个第一啊，政治网红第一啊！在这个场景上，为什么桌上有收音麦克风？因为一定同时有在拍影片啊！你有拍片才要这样收音嘛，不然你母子聊天为什么要用收音麦克风把它记录下来？全家人在这边聊天，你还要放这边，然后在那边收，就是接下来我可以直接讲。接下来每个星期，柯文哲的频道就会更新这第一手的即时的影片。有些人说啊，是不是要把影片发给媒体？错，现在这个年代早就不是什么影片发给媒体，你自己上架在 YouTube，所有的新闻、所有的政论节目都会拿出来播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政治上面不释出的造势奇才。他已经放弃那个司法马拉松了，他现在就是要大家都来游泳。大家都来翻江倒海，检察官你灭顶了吧？检察官你不安水性嘛？你发了这个检察官的声明之后，网友他的支持者就开始笑啊！你看你检察官你又在讲什么东西？赖清德也是不安水性啊！我坦白讲，总统府发言人昨天、今天出来讲那个，
同样又被柯文哲的支持者再拿出来炒作一次，还说哦，你们跟检察官同样的时间发声明稿，是不是显示你们之间就有勾串？等等的这些说法又出来了。昨天同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赖清德总统接受《自由时报》专访，里面有一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在谈说啊，现在的政府啊，政令宣导啊这些有5个原则嘛，第一个要快。第2个要广，第3要分众，第4善用科技，第5政务官要站到第一线。我告诉你，谁实践的最好？其实就是柯文哲。柯文哲全套演给你看的。第1要快，有没有快？有啊，在前面演讲完之后，所有影片马上都出去了。有没有分布的很广？有没有分众？有啊，短影音、长影音、图文全部都来，而且呢，在 Line 啦，在 YouTube 啦，在 Threads， 在 IG， 没有任何一个平台放过，没有任何一个平台遗漏。有没有站到第一线？有，柯文哲本人亲上火线，直接站到第一线，宣达清清楚楚的讯息。我觉得民进党真的要去认识你对面的这个柯文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以为他会跟你好好谈法律，他会跟你谈司法，他会讲理？其实没有，他早就已经不在司法的这个赛道上了。他已经叫大家全部都来跟他一起游泳，到他擅长的这个战场里面。如果你现在还停留在一个说啊，我们就等看明年1月法律判出来怎么样，那你要注意了，你们会全部都被柯文哲带到他最主场的这个网海啊，网海茫茫啊，你会被灭顶，被淹没。OK， 那刚才开始有位观众朋友介绍，那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赶到现场，来欢迎 Thank you。Thank you。那你会游泳吗？稍微 OK。阿苗刚刚讲说要千万不能不按水性，在这整个网络世界里面，柯文哲这一番所有这些操作，那今天大家还在讨论，好了，等一下还是要跟观众朋友再讨论一下，今天去金华城这个案子传的都委会的委员、前都委会委员，然后出来大家来论证说他是有性证人还是敌性证人，他讲的到都委会，如果照阿苗刚刚那样讲 ，Thank you， 柯文哲没有在跟你管这个，对，出庭我当然还是要去。那感觉上，如果在阿苗口中，那叫行礼如仪。不管你最后结果怎么样，对柯文哲来讲，这个官司几乎就是这个样了。我就是在政治上，有人形容叫破罐破摔，我就在政治上面跟你玩到底，我根本没有在管你的法律，是吗？确实，我跟柯文哲有谈过话，那个时候就是来问我怎么游泳，怎么那么会游啊？那甚至他们中央会议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问题，谁应该要去学谁，网络要怎么抄怎么抄，用我的名字臭骂民众党一顿，害民众党很讨厌我。那这是真的了。好。我们都从老百姓的视角、法律的视角看柯文哲。今天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嘛，柯文哲在想什么？柯文哲想高额交保，柯文哲想法律这一条路看起来走不通，柯文哲想说哇，求刑28.5年，对折再对折，也都还要做个快10年，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这个油然而生一个心态，退此一步，急无实所，破釜沉舟，置之死地于后生。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尸骨无存。那往前一步是黄昏，往后一步是监狱。那想一想，那没办法嘛。权力这个东西是会晕船的。那柯文哲才刚刚选完总统，他一定想说，不，我的一个演讲，哇，白色十字星有没有？总统选前之夜，哇，我网络发一篇文章，几十几百万浏览。他去教那个什么纳许均衡、囚徒理论。那个根本都大学管院必修课程，老师在讲，我们都翘课不听的东西，哇，几十万点阅，我权倾一时啊，我是无冕帝王啊，你把我关在这里，现在是你小看我，还是我真的没有用了？好歹试一试嘛，试一试，我刚刚已经模拟过，我认罪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认罪，我屯田的田没了，我的橘子干了，我的小孩不能出国享乐了。我4300万的商办租金不能收了，我陈佩琪，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关系怎么样了。我陈佩琪就是反正不要说妻离子散呐，但家破人亡，但就是那无啊嘛，我的一世人欠长内都变到今仔日所有的基础拢无啊，那怎么办？不能退后就往前了啊，不能讲法律就玩政治啊。我往后没有出路我往前远方有灯光几个情况嘛。我如果往前是3岔路口，进，
我直取总统大位，今天就有一大堆小草的粉丝在那边2028进攻了嘛。我站在原地，我今天讲一模一样的话。我蓝白合最大功臣呢，我蓝白合他们结婚要请我当媒人呢，主婚人都有。我退，我真的进去了。我精神领袖，我悲剧英雄，我台湾曼德拉。小草每天哭天喊地，北检一波又一波。我傻了，我才后退；我傻了，我才认罪。所以他就进了嘛。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最后一招。但是呢，这有一个前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用啊。这个有一个前提是，第一个他是政治人物，第二个名气可用嘛，而且他是全情一时，可以说是选举的那个时候他是上升阶段嘛。阿扁他的就比较可惜，他当8年总统，所以他那个时候正在下坡阶段。所以其实阿扁也有试过嘛，拿那个手链起来。事实上我们也认为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因素。好，那柯文哲就选择往前走了。那往前走之后啊，问题就来了啊。他今天进到游泳，刚刚讲的游泳领域的时候，那下水的不是只有法界的这一些检察官、法院跟前辈、顾问等等。民进党怎么应对？国民党怎么应对？我今天就是要来比这个了。我现在所有观众都是要看我比游泳啊。那来啊。现在看起来没人下水。只有罗志强、徐巧芯在那边帮忙呼喊一下。柯文哲出来了，喊一下不代表同队呢。喊一下就是我支持现在来比游泳，因为我觉得反正跑那个绿的也跑不赢啦，游泳绿的也比不赢啦，反正都把人的囝死不了，拢你比啦。因为柯文哲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嘛。对蓝营来讲叫做戴罪立功啦，也不代表说这个就是自己人了。那对黄国昌来讲也很好玩。其实黄国昌跟柯文哲他们的互补性是存在的。但是柯文哲他的长处是。他是真的有在扎根，他的扎根有很多方式啊，组织啊、资金啊，甚至是他可以跟一些我们说过去可能蓝绿的金主，可以从他们身上募到款。那黄国昌的那个人设你就很难了，我跟他坐下来吃饭，我饭都吃不下，所以这个两边的经营角度不同，但是你可以看他们分工很明确嘛。柯文哲擅长短影音、金句连发，然后黄国昌就是咆哮、质询、长时间直播、长文，然后。他们两个的共通点叫做破坏与仇恨。他不能跟你比政绩，他没有政绩啊。你叫黄国昌比立法，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立了什么法。他唯一一个自称自己提出来的叫做吹哨者，那个叫阉割版啊。其他他所有讲的法案都是以前别人提过的嘛。所以你说他真的有建设，你也讲不出来建设。你说柯文哲有政绩，他们还是只能回忆那个什么忠孝东路什么公车引道啊，那个就是我不知道11年前的事情吧。但是他们擅长的是什么？蓝绿一样烂嘛。垃圾不分蓝绿，这个破坏，那新潮流那个民进党被新潮流操控啊！你若贪污我来讲，子孙没好过啦，有没有？他都是讲这一种嘛。那黄国昌呢？劳基法税总统府。那我坦白讲啊，中国国民党连当在野党都没有资格啊！赖清德独裁、绿色恐怖，他们就是擅长讲这种语言。我坦白讲啊，中国国民党连当在野党都没有资格啊！赖清德独裁、绿色恐怖，他们就是擅长讲这种语言。这种语言你不用跟他，因为比政绩、比建设，你要跟他分析背景脉络，为什么新青安，为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它会影响到什么啊？然后多户人家、有钱人的子弟没有房产的，他也可以申请新青安。你跟他解释一大堆，这个是政策比拼执政党的包袱嘛？在野党为什么跟你比那个？我们就骂你就好了。所以他们两个的互补性存在的情况下，好，今天是打赖清德啦。换个方式讲，他们今天回头揍卢秀燕卢秀燕过去还没有接受到很严格的检验哦。他们回头讲一句啊，不是啊 ，AIT 就搞不定了，门都打开才讲话，搞什么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用这种，不是啊？因为国民党要证明你比我还要能够跟 AIT 谈嘛。这种东西，他真的回头去打国民党的时候，我不觉得国民党会比较招架，所以现在国民党看起来比较像是被俘虏，你知道吗？我怕你打我，所以你不要我跟你合作。但是如果有一天，因为侯友宜的例子就在前面呢、侯友宜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坚定啊，柯文哲是这个可能会侵蚀基本盘，说要保持距离。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两个人都没有选上，然后柯文哲甚至被国民党钟小平、游淑慧弄一弄就进去了，然后郝龙斌出来呛起来。好，总之一个结论。柯文哲的确来到他的战场。昨天的演讲其实证明几件事情。第一个，下定决心嘛，
因为他其实在这1年多，他有很多个时间点可以不要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是故事串联嘛，因为他的粉专的发言跟他出来讲的话一样，就定调。很多人问我说啊，是不是表示那些文章是柯文哲发的？我说不是，我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有不该沟通的人在沟通啊。第三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执政党不能说跟他没关系。柯文哲只要过得好，就表示有事情没做好。你不是说他贪污，为什么他在外面挪车？你当然可以解释交保。啊，你不是说他有事情啊？为什么这个你们不能办他？不是说他要拿钱，为什么没有证据？这些话会不断一天一天重复加深，然后在各种中间选民的这个讯息河流里面就四通八达。这个才是我认为各发言人或者是相关部门应该要回应的事情。我当然知道就法论法，这个我100%支持，该怎么关就怎么关了。但问题是，今天除了司法以外，人家摆明要跟你玩政治，你不可能政治上人家有攻无守啊。所以这个才是要我认为接下来好看的。所以我昨天发了一篇文章，讲了一个结论：民众不是相信柯文哲没有拿钱，民众是不喜欢看无招胜有招这个剧本。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啊，国民党已经摆明了不可能去讲民众党的事情啊。那民进党你要不要讲？你不讲，我跟你讲，那就会呈现一个画面：全台湾除了我们，没人在讲柯文哲的问题。今天有一个我看到镜周刊相关的报道，他说没人在盯柯文哲案的进度，除了政论节目在调侃嘲笑他之外，没有人针对他的发言做回应。他剑指的对象，你跟他讲说，跟我没关系啊，不然你建议怎么做？我们插科打诨，稍微聊一下也是。我跟梅威尔在聊啊，你今天嫌什么？诈骗集团车手当室友，健保费170，你第一天知道？那我们成立一个柯文哲关怀小组嘛？请问柯主席，你建议怎么做呢？是否请蓝白提案立法院多数？那我们修法，那未来诈骗集团的车手羁押过程免健保费，在外面要进去不用。那这些荒唐的东西你要凸显出来，因为这个就已经是政治了嘛。那接下来柯主席表示，这个把陈佩琪的钱花光，是因为帮他的室友买棉被。那是否蓝白修法推动羁押期间，那个棉被的钱由纳税人全体缴纳？那你这个就是政治啊，不然是什么啊？人家都已经摆明剑指赖清德了嘛。所以这些回应才是在这一个战场上，在游泳场上大家想要看的。今天人家是在那边的，你带挖镜、带背氧气筒也要下去，不见得是赖清德下去，但是兵多将广，总要有人跟他对线吧？总不会是我们这个不是你们的这个人马的人在对线。这是我的想法啦，不要无招胜有招。我们宁愿尤其有一件事情，很多人说我是小绿或是比较接近支持民进党的，我就是因为觉得民进党在嘴人好看啊，国民党在嘴人软趴趴。民众党我从政的时候，民众党根本不存在。结果现在突然走一个天下太平，我们讲究人和。我们不要仇恨值那这如了谁的意？不就如了柯文哲那边的意？柯文哲现在的为什么柯文哲的那个出来会大家很紧张？靠，那个群众的气势还在呢。群众很嗨呢。我们看造势场就是要有那种会跳的，还有啦啦队呢。所以如果绿营的传统支持者是希望阮自出来街头运动，要支持民主，国民党独裁，咱就是要安怎倒一场一场咧拍，一代一代咧传。那过去民进党的精神不就是这样子吗？现在说无阮今嘛好讲代志，那这些人就是坐在家里。后面那一段是在跟伯恩喊话。对，应该是嘛，执政党嘛。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影迷，期待有一场精彩的正反派对决，不要让反派太嚣张嘛。OK， 那刚才讲，当柯文哲前主席从昨天到今天，所有相关的一些发言，各单位大概都去做回应，只是回应的内容，包括力度，是不是让 Thank you 有点失望？或像阿苗讲的，回应的方式根本就不应该是在这个游泳场的那样的一个方式。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包括总统府今天有回应，包括除了柯文哲柯前主席讲完以后，当他讲完总统府回应后，黄国昌主席直接跳出来，然后大家再往下一波，让你看一下，来。基于对于司法的尊重，总统府对于任何司法侦办当中的案件不会发表任何的评论。不过也不接受不是事实的抹黑。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用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无助于厘清事实。我们也期盼民众党能够勇敢地面对司法，相信司法。昨天柯文哲主席出来，其实以我的标准来讲，
他已经对赖清德非常客气了。赖清德总统，你为什么要把台湾搞得四分五裂？这不是客观的现实吗？台湾现在不就是被赖清德、被民进党搞得大恶霸、撕裂的四分五裂吗？这不是客观的事实吗？来，博文，我觉得这个柯文哲确实厉害哈，7000万的重保，坦白讲，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他昨天那个现场感觉搞得好像是无罪释放的那个样子哈。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他再怎么苦溜，再怎么样的这个很会的表演，终归到最后他还是要面对司法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不是说什么我们不跟他一句来一句去，而是这个部分牵涉到个案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去跟这个柯文哲这个随之起舞。但是柯文哲不管他再怎么表演，再怎么样，我跟大家讲，他是自找死路嘛。其实本来检察官会不会抗告，这个大家觉得说可能还有空间。昨天他讲完那个话之后，检察官立刻出来呛他了，检察官立刻提抗告。这个就是说，你就算你改变你的游泳项目，你改变马拉松变游泳，你再怎么样会有，你终究还是要回到岸，你还是要接受这个司法的这个检验。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刚才包括3个他们讲的意思，就算他回到岸，但到了岸上以后，他会发现他已经在终点了。他就是比别人了，我根本不需要跑那一段。好，我们这样讲好了，一个一个来。譬如说，看守所里面看不看得到太阳？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就被验证的一件事。其实昨天很多人就已经很不满立刻回应他。我的意思就是，这是很容易被验证的。对，但是他为什么就会直接出来就这样跟你讲？他就是这一年他都看不到太阳，这是很容易验证的。但是他就可以出来这样跟你讲。好，那过程当中他讲的不管的，刚才Thank you跟阿苗讲的意思就是。如果要是你们没有任何话，柯文哲的话对不管是小草，其实应该说要被影响的是中间浅蓝或浅绿那一块，是不是某种程度他的话会影响到这些人？等到这个案子就算判下来，就是要回到岸上，就算判下来，政治的氛围已经盖过法律到最后的判决了。那时候你们怎么办？我就说他们讲的意思就是到最后所有的人讲政治，甚或有人现在已经开始在讲。第一个我不知道。委员等一下也可以回应，因为蓝白合看起来是一定会走的路，只是这2天已经开始有柯卢配，大家媒体上一定有看到。第二个，甚或有人在讲说，3Q刚不是列了好几条路吗？最后大不了变成悲剧英雄曼德拉，前面还有可能去禁足大卫，中间如果莱茵当选，因为我有功于你们，有没有特赦或什么？这所有这些，它不单纯是法律的问题了。我这样讲啊，这个当然，这个柯文哲的这些说三道四，我举例来说，他当然出来他可以讲很多的这个有的没的，可是你说像昨天他直指这个赖总统，今天是赖总统的这个发言人亲自出来讲，好，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有一条线，就是说他如果是针对他自己内部个案说，哎我都没有犯罪，我都怎么样，检察官都查不到我。这个检察官自己要去讲啊，这个检察官跟他是对照，怎么可能我们跳下去跟他这个一句来一句去的？好，那如果这样，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国民党这虎视眈眈，你看就是在影响司法嘛。你不干预，你不讲，他都讲你这样子。你如果真的针对个案再去发表话，但是一个底线是说，你如果点名说这个就是赖清德，例如说什么造成这个社会的分裂，赖清德的手伸进去，这个当然要立刻出来澄清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针对个案的内容跟他一句来一句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会有一些问题。可是我觉得柯文哲自己真的他要面对社会当中要讲清楚是什么。我举例来讲啊，他过去他所有的这些犯罪行为都是转述的嘛，因为他是收押禁见，他不能出来公开讲嘛。例如说是转述的，或者是大家即使是公开审判，他也是人家听庭讯之后然后出来讲，都是转述。但是他今天如果要证明他的清白，他大可出来。昨天面对麦克风，他就讲啊，他可以讲啊，我没有收邱佩玲说的那个钱，不管是林命群的，或者是周俊吉的，或者是邱佩玲说谢妈妈、谢国良的妈妈给了200万，总共加起来100万，我没有。他鬼扯，他说谎，他可以讲啊，他可以澄清，他为什么不敢？有嘛？或者是邱佩玲说谢国良的妈妈给了200万，总共加起来100万，我没有。他鬼扯，他说谎，
他可以讲啊，他可以澄清，他为什么不敢？有嘛，就是有这个金流嘛，这个就是金流，这个就是他要去解释的，这他无可回避，这个都，所以我认为，我讲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柯文哲终究不管他怎么鼓溜，他怎么会9弯18拐这么转，终究啊还是要回到终点，他终究还是要面对司法对他的严厉的这个严格的这个审判。所以你是觉得，如果我们先讲，因为不要讲3审地院，那个时间可能还很长。光1审判决，因为1审判决的时间，如果照媒体上所有的行程来看的话，如果12月下旬假设辩论终结的话，照一般这种案子可能会定2个月左右的宣判期，到明年譬如说1月或2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要是宣判，无罪是一回事。只要宣判是有罪，尤其如果是宣判涉及到贪污或是图利，类似这些，你觉得社会自有公断会把柯文哲所有这一段期间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声量或什么，你觉得会打回原形？我觉得社会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这个宣判的结果对他们当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你说这个始终的小草钢铁小草。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期待说，包括任何政党，他一定都有一群死命的追随者。对，这个不用讨论。这些追随者，他其实面对政治已经不是单纯看政治，他其实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宗教信仰。这个东西不论是非，可是我相信每个政党的支持者里面大概都有这个比例。可是我认为这样的比例随着司法案件的一一的厘清跟审判跟事实呈现之后，会有很多人是会觉醒的。三哥满意吗？如果他们最终会面对司法的话，那请问这1年来柯文哲的声势是他的理论上怎么越来越高？他应该要不见嘛？他还可以出来说嘴说32:0嘛？那黄国昌在台上讲大棒，我当然知道是空气票，我也知道是少数，我也知道可能就一个7%到15%，多少不一定哈，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见解。这些人的票要给谁？因为这些人很明确的，他的政治初恋，他的中间选民，他的没有政党忠诚，他们是听柯文哲跟黄国昌的话，他们不是政治狂热者，但他们会听他们怎么讲，他们会喜欢听蓝绿白的不同说法，而他选择比较相信。我刚刚讲，他们不是相信柯文哲没拿钱，他是觉得3个都有拿钱，只是柯文哲拿到了被抓，会不会是因为他拿的比较少？会不会是他成为政敌？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他没有那么单纯。好，另外一方面。他如果要证明他需不需要证明他的清白？我认为不需要，因为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打算要证明他的清白。柯文哲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带着他那一群少数的，我不知道多少了，5%、10%，可能对大党来讲5%、10%很少啦。那小党来讲，他要的也不是要过半呢，他要的就是多1%、多2%、多5%嘛，他要的就是我今天700人，明天800人嘛。所以我讲一个1642年的时候，美国康乃狄克州有一个案子。有一只母猪啊，正健康，生下了一个独眼的小猪。那于是呢，当时有个法案，人受教啊要处死刑，于是就枪毙了村上唯一一个独眼龙。你现在听是不是很扯？就是一个独眼男生没有眼睛一只眼睛，然后呢生了一只独眼的小猪，那可是有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人跟这只猪有发生关系？没有办法证明。但当时这个男的就被判死刑。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法案？我也觉得很扯啊！我觉得柯文哲讲自己清白也很扯啊！但是现在民意就觉得他是清白的。那有没有执政党的事情？有没有要大家来跟他讲？现在就是这7%、10%的人觉得这个人一定跟这只猪有关系，就有10%你要说他无知，你要说他法盲，你要说他不讲道理，各种原因，他们现在还支持民众党的人。他们就是会让这个社会偏离主轴嘛。我们为什么要开柯文哲？我今天不是第一次开，这1年，你以为我很喜欢谈柯文哲？对我来讲，柯文哲我后辈好不好啊？可是问题是，人家就一直在这里啊。我们的题目就只能开柯文哲啊。可是如果这样讲，好，你刚刚讲，这不管有几%，但显然现在委员对国民党来说，白银不管你说5%、10%、15%，对国民党很重要吧？所以现在国民党。尤其从726、823以后，也就当蓝白河往下走。今天看，徐小新也有直接在柯文哲他的所有的脸书上面，他有 po， 他有支持，所有这些对蓝营现在要怎么样去看待？因为显然现在柯文哲甚或他如果讲一句话，平常讲，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搞不好都会被影响，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讲蓝白河很重要啊，一定要什么。柯文哲讲话，这个搞不好都会影响到啊。
这个首先我觉得，当然国民党跟民众党，跟民进党这一次面对柯文哲的事情都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但我觉得首先就是当民进党一直在发问说，为什么这个就田径跑得好好的，然后今天柯文哲游泳比较擅长，然后就被拖下去，大家一起去游泳，或者是像博文副秘书长讲的，我们没下去游泳，但是在岸上等他上来。即便他一个人下去游泳，现在是不是所有不管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以及社会关注都放在柯文哲上面？是啊，他这个能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来自于其实整个金华镇案子里面，我讲一个关键点就好。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蓝白的人都在说这个 Excel 嘛 ，Excel Pay 1500嘛，这就是关键。或许刚刚博文讲到说不管邱佩玲的金流，好，不管朱亚虎翻供的那个金流。其实邱佩玲金流跟金华镇看起来是没有绝对关系的，但这个金流是该被讨论，没有错啊。但问题是在证明金华镇他有没有收贿或行贿的时候，目前看起来1500一直没办法被证实。这也回到为什么现在社会大众面对柯文哲这案子，你说大家会觉得柯文哲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这么多讨论事项好像有，但最关键的不是要讲他金华镇有罪无罪吗？那最关键的这个证据，目前看起来。以目前检调对外公开的内容来说，看起来好像比较薄弱，所以这也回到为什么这个其实这个徐小新委员在他的策略上面其实是有针对柯文哲案子还有回应包含说台北检昨天的新闻稿就是要对柯文哲来讲说白话文说你怎么可以骂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民党政治人物也上车？首先我会觉得我还是要跟北检讲你现在面对柯文哲案子，它不是单纯的司法案件，它是有高度政治性的，而且检察官过去你不会遇到一个被告会跳出来跟检察官对骂，还有这么大社会影响力，所以你单纯昨天北检的这样子一个所谓新闻稿里面，老实讲我认为苍白而无力啦。蓝白之间紧密合作谁造成的？我讲实在话，是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力量，民进党对国民党力量，造成我们必须合作了。所以接下来合作，我觉得也很简单就是不是什么蓝白的立场的蓝营立场改变，而是他现在就是一个正在进行式，正在建立起合作的信任跟默契。以前没有这样合作过，现在建立起来之后，当然互相当中谁背刺、谁背骨、谁背叛，会分裂这合作没错。但目前看起来，彼此合作默契的确是持续下去的。这样所以看起来刚才委员讲的那好，委员用的是民进党对柯文哲这样。民进党对国民党人这样，造成蓝白今天被水乳交融、紧密合作在一起。对柯文哲来讲，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今天是律师节，柯文哲完全没有放过今天，所以他也感谢了他3位律师。你看一下他的用字遣词他律师节他也发了个影片，来，他直接在那里面说的是感谢3位律师捍卫司法公平正义的信念。当检方先射箭再画靶，跳过对他有利的事证，透过不正讯问，让其他被告证人做出偏颇不实笔录，要把他罗织入罪的时候，是郑成元、陆正义还有萧奕宏3位律师日以继夜的仔细阅卷，才找出被掩盖的真相，并用一次一次的交叉诘问，把我身上的利剑一根一根拔下，让我得以坚强站立。这里面的词告诉了你，那是不正讯问。他是被冤枉的，就是他一出来，昨天讲的那就是个冤狱，所有的真相是被掩盖出来的，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很多东西，基本上都是入他于罪的东西。因为柯文哲出来以后，当然脸书比较少去骂证人因为70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但是依然里面都充斥的政治语言嘛，然后你说。这一些在骂检察官的话，我也觉得还好吧。他在检察官当庭都在摔杯子了然后当庭在那边喊说民进党不会一直执政，然后这个赖清德啦，这个那政治语言很多了当然，你看到了记者节的文字里面，他还 po 了一个影片，2个律师在夹道欢迎中的背影那个你都可以感觉事先都拍好。当然就是这个画面嘛。对啊，你不觉得这事先都拍好的吗？事先都规划好的吗？然后拍了，也就是准备记者节要用的吗？你不觉得这目的性已经律师节用的吗？这已经不是很明确了吗？
当然他借着律师节感谢他的3位律师，里面又把检察官啊什么骂了一顿嘛。当然他借着律师节感谢他的3位律师，里面又把检察官啊什么骂了一顿嘛。我觉得这跟他过去在庭上一直下来骂赖清德啦、骂检察官啦、司法破坏啦等等一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延续性的概念，也没有什么跳脱什么太大的框架啦，没有跳脱太大的框架。那刚才讲的就是一件事嘛，政治。我们讲的是操作，高明与不高明。那你不得不佩服柯文哲在操作这件事情上是有他一把刷的。司法讲的是证据，就不是在跟你讲操作的问题嘛，不是讲操作。所以你现在摊开来，他说查不到什么，那就跟你说我800多页什么嘛，那当然，这件事情检察官要怎么去回他，又是另外一回事嘛。你比如说他起诉的其实28.5年嘛，就28年6个月嘛，每一项他都有刑期嘛，当然那个违背职务罪15年嘛，那涉及到2个侵占加起来11年嘛，背信嘛等等吧，那。一直大家都环绕着是民众党啊，或者是什么都在环绕着金华城。他其他他不想讲。其他不想讲嘛，其他他都不跟你想讲这一些嘛。那柯文哲就说1年来你们查到了什么？那他不会跟你讲，你们厉害，1年来既然查到我骑飞轮可以收300万，他有讲吗？你们查到厉害，邱佩玲把400万摆在那个底下，你可以拿得到。等等一些问题，其实你说有没有查到什么？除了那1500那个1500的金流，确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因为沈庆基也否认，南委否认，那这一块的确是问号。但委员刚才讲说，很多蓝白的支持者觉得这个是重中之重的一块，当你这块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其实就不太在乎其他的，是这意思？不是我觉得一件事现在就是在政治操作，对不对？我觉得政治操作就这样嘛。那朱立伦，你看完起诉书，你认为是清清白白吗？郝龙斌当初在节目上面一定图利，一定有罪。今天话锋又转了。当初你在我跟他没有个人恩怨，两边在杠的时候，从加拿大看完极光以后气成那个样子，然后你现阶段为了应该是要选党主席，你话锋又变，这不是政治吗？还是说郝龙斌看了起诉书，对起诉书来做评论里面的行为吗？不是不是全部都只有一件事嘛。政治嘛，那现在拉着柯文哲没办法啊。柯文哲，黄国昌面对柯文哲出来以后，柯文哲现在就是反绿第一大将了，不再是黄国昌啦。你看他今天的讲话还撕柯文哲牙慧，在讲4分5裂，现在他就是第一个啊。你从9月8号那一天，你光线上同时观看就9万，9万。前1、2天，光连律师发联合声明po在柯文哲脸书说那个7000万交保，都超过10万人按赞。光一个律师声明10万人按赞，他出来那一天14万人按赞，14万人按赞。你看他当天。网络声量也是将近10万当然最高峰还是他发的那个脸书啦，就是感谢小草那个脸书。第二高峰当然就是他出来讲话，然后第3高峰就是他的车子开进了，就是他到北检，他到北院，
它3个高峰，但它总流量也有9万多。今天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民众党内玩流量、玩这一些最厉害的，黄国昌算厉害吧？有柯文哲的这样的声量吗？流量吗？有吗？近1年来有吗？柯文哲是祖师爷。好，然后再回过头来看，馆长撇除大陆那一段，有吗？有吗？那你看到的那一天现场里面看的是什么？那个情绪，柯文哲号召救阿北，你有看到那个支持者的情绪像9月8号那样，真的看到柯文哲那样的情绪吗？没有哦。那换言之什么？就是柯文哲的小草，是你黄国昌拿不走。其实9月8号证实了，黄国昌是拿不走柯文哲的小草。甚至于小草啊，柯文哲那个黄国昌，你什么时候要主席要还回来？你没看到现在黄国昌也是在学很多事情，也可能也从柯文哲那边不要挑拨离间，不要怎么样啊，不要，但是。他讲了半天以后，很多人会忘了，问题是什么？会被疑惑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会不会把党主席交还给柯文哲？问题是这个，结果他不是啊，他把你绕了半天以后，法律骂了一顿，不要见缝插针，问题是什么？柯文哲的操作就让你集中在那边。其实大家都忘了，他是为什么到法院去的，全都忘了。穆可的事还有谁记得？还有谁记得？众望基金会的背信还有谁记得？没有啊，大家都忘了。我就说，他现在是在搞政治操作，他不是出来跟你谈司法，司法是法院的事。他出来就是跟你谈政治，可是他就在搞他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要面对法律啊，就是到明年好，譬如说，不管1月、2月宣判那个时候，你还是要面对这件事啊。那个面对啊，我觉得面对法律对柯文哲来说是另外一回事是另外一回事。你今天最简单的一件事，我先把我的政治量能维持得住。我在蓄积我的能力，我永远有一批人站在外面，对绿营、对检察官造成压力。我要的是这个，那其他的事进去再说。你说柯文哲跟他的律师会单纯的想象说，一审判决我们会无罪，我们会清白，我们会无罪？你认为他们会想象这样吗？他们只是在。什么罪名最好不要犯最轻的罪名违背职务不要，最好不要。不违背职务，这法官预令他们说要准备攻防的嘛，7年以上，不要，图利5年以上，可以考虑一下，可以，我要把我的罪名打到最轻嘛。当律师跟柯文哲心里如果认为有罪跑不掉了官司的策略我一定是往轻的罪走。我不会往重的罪走嘛。那个我1500为什么我都不想讲，柯文哲都不想讲，反正你也没抓到，我就不想讲。到最后没有实际金流，这一笔没有实际金流，看法官怎么处理。看法官怎么处理嘛，就看你法官怎么判嘛。没有金流，法官说收回罪，那他又有借口出去了。他再一次的政治操作，你看查不到金流的证据，你看。就是绿营司法迫害，法官利用法官迫害，你看没有证据。他其他被判有罪有证据的，他会不会讲？他一定不讲。OK， 就是说从司法的案件内容里面跑到政治的操作，他会刻意的忽略很多事，然后呢，让很多人忘了那一件事，只记得他要操作的那一件事。所以大家只记得150里面有金流，邱佩玲讲的事情，别忘了，柯文哲就说邱佩玲讲的就有吧，他有回这句话类似这一句话但是大家这些都忘了，当然他就是硬是要把你操作成
1500这一件事，所有的4项罪名里面，他把3项全部把你盖住，只跟你讲1项，因为那1项检察官没有金流，那现在国民党面对这些事情，蓝白合，他就为了一个蓝白合嘛，那蓝白合是什么？蓝白合是政治当然不是司法，所以你就看到国民党很多人也跟着进去啊，什么要成什么政治迫害委员会啦，什么好像一下子之间，柯文哲的罪行好像从一定图利一定有罪也改了啦，然后政治羁押啦，等等等等一段。国民党也是配合在玩政治，但是他在配合玩政治的时候犯下一个最大的毛病，是他在玩政治是在柯文哲画的圈圈内玩政治，是被牵着走。来一下。曾生杀人，讲了3次，曾生的妈妈就动摇了，就跑了，3次是什么意思？3次在现代的语言里面叫流量，柯文哲清清白白，你国民党支持我，民进党啊，我们不能评论个案都不讲，都是柯文哲讲的时候，柯文哲就清清白白了。柯文哲原本相信柯文哲有罪的这些人会不会动摇，跟曾生的妈妈一样？会啊。这个就是今天3Q 跟苗博雅在提醒民进党的一件事情：你们不是司法单位啊！我知道你们不是司法单位，那你们为什么要司法不语？我都知道啊，那五哥教我们，司法在法庭以外都不能讲，但是你们执政党要帮司法讲啊！你们不是司法人员啊，你们当然可以帮司法人员讲话啊！这些有没有做到？如果你们不讲，只有我们不断的在讲，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公职，我们是除了流量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正当性。赖清德可不可以讲？他当然要捍卫司法啊，他可能可以大声的讲，为什么只叫总统府的发言人讲？总统不方便讲，那你可以用党主席的身份讲啊，礼拜3中常会去讲啊，我们不能任由这样子。我举一个例子。在那个也是赖清德总统在律师节前在全联会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说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一段，就这段蓝营跟白营不是在下面又有一段，哎呀，这是今年最好笑的一件事啊，什么什么，他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对，所以昨天我帮赖清德讲啊，赖清德现在叫做李维拉，他这个运动节他拍了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棒球照啊，他又上场救援啊，不是吗？所以昨天我帮赖清德讲啊，赖清德现在叫做李维拉，他这个运动节他拍了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棒球照啊，他又上场救援啊，不是吗？现在国民党也有司法案件，柯文哲也有司法案件，全部都派赖清德上场救援，这个就叫做流量。流量不是因为柯文哲讲你们都不敢讲，那不叫流量，任何浪都是好浪。你要利用现在流量，刚才流量的高的浪，如何借浪去讲你的话嘛？你的运动节这里年轻人非常关心，运动部要成立啦，你如何宣传运动部的政绩？运动部成立的政绩，你光拍这个照片，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浪去做宣传？这个是重点。我要讲的是说，司法看的是证据，没错，最后柯文哲还是要回到司法去对他的证据说话。但是啊，选举跟司法官、法官在判的时候，他有没有民意压力？当然有民意压力，更不用说选举看的叫选票嘛。所以现在詹委员说，现在蓝白合最重要我一定不能骂柯文哲郝龙斌要选党主席过去1年讲柯文哲图利都不算了游淑慧、钟小平你们自己切割，你们自己负责。为什么？票啊，选举是看票。如果让柯文哲造势成功，我当然知道司法上面柯文哲可能不能选总统，是柯文哲没有选举就他没有他票。重点是认同柯文哲的票会往哪里灌嘛？那如果让柯文哲不断的讲，民进党不讲，国民党支持柯文哲讲，那这些柯文哲票越来越多的时候，又不可能给民进党的时候，那民进党怎么办？选举政治跟司法是两回事。
但是政党做的事情叫做选举的事情，而不是帮因为司法案件我们不评论个案，你们干嘛被司法绑架？柯文哲都没被司法绑架了，为什么民进党会被司法绑架？犯罪的又不是你们，犯罪的是柯文哲，柯文哲才应该被司法绑架。结果柯文哲不被司法绑架，到处乱讲，结果执政党被司法绑架，不敢讲任何一句话。但是 Thank you， 现在看起来因为蓝白合。那甚或还有讲，那就是6成民意的展现啊。那你们现在接下来那民进党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那委员刚才讲，感觉上他们也是被逼的，大家一定就会合在一起啊。就从前面不敢罢免了什么，一路到现在。但你这2天在媒体上，你看到甚或有白营的已经开始在喊柯卢配都喊出来了，那是柯正哦。甚或有人讲不正的我们不要，不是正的我们不要。所有这一切一路这样往下，但是刚才委员当然有讲蓝白。现在那就是个没有人在讨论要不要合，因为那是进行式，但是也要看未来大家的合作。当然，因为2026、2028，某种程度还有很大变数吗？柯独立出来参选是2018的事情嘛，好，那2014的时候跟绿营合作，那之后其实也没有跟国民党全面合作过，比较接近的应该是这一次的大罢免，因为2018的时候是独立参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其他阵营怎么样啊，但是我们这个绿营的支持者通常都有一个传说，就是开到后面怕丁守中当选，所以灌票给柯文哲，就有这个说法，因为有10个一边开票一边，对，当年是有这个说法嘛，哈，那总之其实还没有这个就是距离的美感嘛。那到时候柯文哲跟你合，跟国民党合的时候，一定予取予求。为什么讲？那君悦饭店、武汉肺炎，这个大家也知道了。再来是议员跟多席次选区的绝对冲突嘛。我今天丢2个民众党去松山信义，明天张委员就开始骂民众党了。然后这个时候郝龙斌过来摸摸他的头啊，乡人为党，哇，那你叫我怎么受得了？这一定都会有的，我帮他讲话，对不对？所以单一选区要整合，来帮我讲话，对，他说要帮你讲话，帮众多国民党的有志青年讲话，好不好？那单一选区的整合要怎么整合？比如说2个人都有要选，你是民调是选这一区让那一区，不要忘记黄国昌也不是一个很民主的家伙，当初跟民进党合作的时候，他是用劝退党内的方式，没有什么投票或者是决策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们2个要合，台面上一定会有一套说法，那台面下要怎么撞？我认为路阻且长啦，本来就会有。我跟你讲啦，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啊。我当年很幸运，也不要说很幸运，就是在一个很好的风向，然后有一个对的选区让我去挑战。你蓝白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叫外面的人进来，我们在这里蹲的都笨蛋，对不对？你今天假设徐小新不选了，然后委员可以递补，结果你跟我讲，我徐府其实很适合，蓝白加起来的票比较多，不然怎么样？然后柯文哲又在后面给你放冷箭，我们不一定要选上嘛，但我可以让他选不上，这个都是过去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不是我自己在瞎掰，所以祝福啦，这个政党合作，这本来就是看自己判断的，其实。里面有很多美感嘛，宋楚瑜本来是蓝营出身然后后来骂马英九，拿到中间选民的票后来又骂民进党，然后拿国民党的票他就这样子游移。结果他拿最多票的时候，除了第一次出来选拿最多票的时候是朱立伦自己衰败的时候，换柱那一次自己莫名其妙拿到100万票，自己吓一跳。所以政治第3党合作的事情很难讲。好，那我刚刚讲进可攻总统，定可当蓝白合媒人，退可当悲剧英雄。可是这3个情况会影响蓝绿的走向啊！我刚刚只讲坦白讲，白是一个很自私的政党。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哇，你们怎么可以骂媒体啊？你们怎么可以骂司法啊？你们怎么可以扭曲事实？你们怎么可以明知故犯在那边说谎？很简单我1个月领20万，你领多少？对不对？屯田计划有没有印象出现在起诉处？屯田计划本质是什么？不是给你多少钱，不是给你几只，不是给你鱼，是给你鱼竿，是给你钓竿呢。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子，他现在聚众的人为什么没有他可以被包牌或者是随意的去攻防？因为我是领钱办事的嘛，去那边直播的阿伯出来了，阿伯拍照，阿伯啊，谢谢干爹斗内，谢谢阿伯啊，都这样子，每一个都这样子啊。赖清德出来是总统辛苦啊，感谢。朱立伦出来是你输3次了换主席啦这个民主的时代，什么政党有支持有反对，哪有那个出来就是阿伯，谢谢斗内啊，谢谢为什么会这样？有流量，有斗内嘛，有那个20万的嘛，1个月嘛。然后有10几万的嘛，
然后他们以前骂林非凡骂多少？骂9万，结果9万变他们的低标，党工职人员都比9万高。然后什么上老大看你政治经验丰富，来当我副市长，退休之后15万月房租免你随便住，70万独董让你拿，我叫上一夫去认罪，上一夫说不定都会去嘞。当然你的品格端正绝不同流合污。还好你有后面加这一句话，我只是举例，所以还好。他们的屯田计划都在这里，为什么要买4300万商办？4300万拿来发薪水，拿来买什么装潢党部不是很棒？为什么要4300万？因为他会每个月生钱嘛，穷爸爸、富爸爸，他个人有财富自由，他也想要政党财富自由，所以逻辑是这样，他不是在跟你讲理念的。我要讲，举例啦，如果当然我不是执政党，我不知道他们包袱多少。阿贝昨天讲完有没有？我半夜就赶快沟通，今天凌晨就去拍片，北间的一天。我说那个有没有太阳？找阿淼跟我去拍，哇，阳光照进来，不是，那是苏丽烟。那个一定是假的，阿贝没有错，阿贝清清白白，那一定不是阳光。然后170健保费，那个监所人员赶快跑出来，监所救护班偌紧张，还有那个自称就是被柯文哲匡列是他的柯粉的那一群监所人员说，我来讲，我惊死啊！迄那内底重大事件的，那药剂拍去啊，肝受伤啥货，我拢紧张到要死。监所的医疗比外面还要好，都直送后送都直送台大医，惊死啊！这些他们就会讲，今天带大家导览无限土城那个无限城叫无产啊，这个叫有产柯文哲有产，我们就把他在里面讲的所有事情都讲出来嘛。然后去凸显他在说谎嘛，这个是我们可以玩的。然后刚刚讲的换民进党考察北所，对啊，为什么不行？是蓝白考察北所，换这一次啊，蓝白立院直播嘛，他们不是要修立院直播啊？那我们该反对的都反对的理由都已经讲了啊，你们还是要推，那就来直播嘛，你说让大家眼见为凭，对不对？不是你蓝白自己修法的，是黄国昌带头挟持傅昆萁，以大罢免为由，甚至是要什么羁押不用理由，什么挖哥的我忘记了。那我已经我尽力挡了，大罢免失败，民意在那边，那要直播就直播吧。我直播还不是1G，我3G，我还可以润到中距离、远距离，我还3D 环景，我还可以自己像 Google Map 夹一个人丢进去，自己看视角。你看陈佩琪是真哭还是假哭？黄国昌是讲真的讲假的，很好嘛。那你200多数不就只能这样子吗？如果今天是全面执政的话，那我还不敢这样要求，对不对？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我2021年1月11号当选，我2021年1月11号帮大家换护照，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援助国外，他们感谢中国，因为搞错名字，因为看护照上面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利用新闻事件来影响政策政绩，造成政治事件。柯文哲就要干这件事啊！柯文哲就是把自己的新闻，他不是把司法变政治这么简单，他是把新闻变政治。所以我们不要去想说，因为刚刚易尚哥有讲到什么什么要利用司法怎么样的那个，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是这样，因为司法真的就归司法。对柯文哲来讲，他没有要跟你辩驳，如果他需要清白的话，他一系列这1年都不会这样子做。所以是针对他的政治攻击，对他的政治发言，我们有一个政治回应。然后最后我讲一件事情，现在有很多改善，我坦白讲，我有看到今天运动后各部门齐发嘛，民意代表、基层、行政官员。那我回想还是有一点差异性，有在做的总比没在做好。2020年6月6号罢免韩国瑜，那个时候是这样子，默默无名，各地粉专老百姓那个氛围都起来，有名的没名的有露脸的没露脸的，大家都在笑韩国瑜，那个叫做定型嘛。那现在的情况是，除了单点，那不是我民进党的人多这样子就没事了，是奇奇怪怪的东西都会开始跑出来。柯文哲那边现在是有这个东西，而且他是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这1年多来都有，他会有本人来骂你，比如说吴育谦骂你，陈志涵骂你，那骂完之后会有一些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来的粉专，然后再来有一些狗脸的、机器人脸的、猫脸的，然后再来有一些剧名的，有一些路人开始跟风来骂他，那个叫民意形成的过程。现在是没有要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他就算到做好，他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网络，我从今天开始，我的建议是这样，那个不叫网络，那个叫新媒体。那媒体这件事情就不会只有内容，媒体这件事情还包含怎么丢球，怎么经营，然后面对各种不同的形式。我们在所谓中国社群，台派在中国社群一定是吃亏的。他提到敏感字词，我们就直接被封号。那一些的还不管的话，我们在台湾自己共有的这一些社群媒体里面，那有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这个绿营支持者现在大家一直在讨论。OK， 阿美好，简单讲，今天在过程当中，因为这牵扯到柯文哲那个都委会人的过程，到底有没有图利罪一些的问题嘛？那进化者好，这件事情今天那个前都委会那个委员邱国全去作证，照理啊，因为这是柯文哲他们传的，是法律是这样，我要传一定是这个证人对我有利嘛，是，所以我们叫有信证人。那今天媒体上面讲，他到底是有信还是因为他的证词，基本上如果照媒体上所讲他的证词，他根本不认为这叫共识决，他甚或觉得这叫主席决，主席就彭正生。当然黄国昌出来有讲说，最后要主席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委员也没有反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们还是同意啦，那就是共识决的感觉啊。好，这个是单纯针对攻防这一块。但是如果真的会落到现实的政治上，刚刚讲到，当郝龙斌跟你讲说，不是他跟柯文哲那小恩小怨早就翻页了，蓝白合就是未来一定要走那个方向。上公刚刚讲说，去年有没有提到有没有柯文哲有没有图利罪的那些说辞，也不必提啦，因为反正钟小平你们自己跟小枣之间惹怒了小草，你自己解决就好了。黄国昌很喜欢讲客观事实，我们今天来讲几个客观事实。都委会最后下决定拍板的那一次，有没有表决？就是没有表决。主席有没有？主席彭正生，对不对？客观事实嘛。他没有问说，来，各位觉得要不要表决？他没有问哦，他是直接裁示哦。这是客观事实嘛。柯文哲有没有在应小维面前指定都委会主席彭正生、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做金华城容积案的 PM？客观事实嘛。所以就这个客观事实之下，其实我觉得法院一审审理到这个阶段，之所以让柯文哲交保，其实某种程度上你看得出法院目前的心证。第一，犯罪嫌疑仍然重大，所以7000万嘛，因为还是有必要他具保嘛，只是没有羁押的必要。第二，是不是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所谓的该巩固的证词，某种程度上很难再变了啦。有可能会翻的哦，基本上法院问的差不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今天是这个柯文哲方所传唤的证人，照理来讲，他要讲对柯文哲有利，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法庭无绝对？因为交互诘问就是检辩轮流问，哪一个证人会被问爆，其实不知道哦，对不对？你说检方传的证人，律师有没有机会把他问倒？有机会。同样嘛，律师传的证人，难道检方不会问出些东西来吗？有可能嘛。所以今天这个媒体报道所讲的这位柯文哲要传唤的都委会的委员，本来以为他要证称对他有利的，结果当他说了，其实他觉得不像是共识决的时候，对于他们先前一直在论述的，都是都委会的锅，跟市长没关系，这个就抵触嘛。所以为什么黄国昌今天要立刻？对不起，这讲的直接一点啊，但是他其实就是在洗地嘛，他就是出来讲说，那不然你怎么没有反对？你怎么没有事实反对到底？可是不要忘了，当时在整个过程当中，出声反对的几个委员曾光宗甚至宋正迈等人，是不是在最后一次都委会前就被换掉？这也是客观事实哦。出声反对的几个委员曾光宗甚至宋正迈等人，是不是在最后一次都委会前就被换掉？这也是客观事实哦。这些是他们比较难解释的事情嘛。还有这个案子有更多的客观事实是什么？我们就不要讲太多啦。这些所有关于钱、关于金流的事情，你说小沈1500你不认没关系，这些其他的陈银柱、齐飞轮300，还有这个谢妈妈200。还有这个管理室有200加200，还有坐在车上也可以在面交500，还有妙天的皮箱里还有1000，还有开了一家公司，授权自己的肖像给这个公司去收钱。这些事情不要说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博文、委员、博维，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找社会性死亡退出政坛的啦。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啊。看起来只有上公没事。因为他不是政治人物如果不是政治人物的话，随便看觉得上公可爱，也可以给他抖内300啊，对不对？我也蛮可爱的。对，就像彭正生嘛，他孙子可爱，所以也有抖内100嘛。
我们讲这个东西，其实讲白了就是说，如果你只看客观事实的话，柯文哲这个政治人物，他早就已经不合于我们政坛现在该有的道德标准嘛。但为什么现在大家还是在讨论他？因为主观上很多人认为，他的支持者认为，不管怎么样，现在他们的底线已经推到，只要没有收小沈1500，就等于清清白白。不管前面收了谁的什么，都是清清白白。他们已经成功改造他的支持者的认知。本来柯文哲的支持者的特性是什么？2014年第一批柯 P 的支持者是什么？2014年第一批支持他，那时候还叫汉草联盟，对不对？支持他什么？政治绝对要干净，所以对于蓝绿那些贪污的都是唾弃的。结果到现在，他成功改造他的支持者的道德标准，把他从天上拉到地上，只要没有小沈1500，其他我都接受。这是政治上非常伟大的一个改造。你把你的整个核心价值、整个意识形态全部都改变了。照这样讲，其实以柯文哲案现在所有的客观事实来说，如果这样子法律上可以过关，那以前曾经判过的贪污都是冤狱嘛。简单讲，为什么林义士不能说那8000万是给他自己个人的香油钱？就是他也可以因为喜欢我林义士，所以给我钱啊。我难道是因为他当时没有骑飞轮，所以有差吗？所以这个事情客观事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在谈为什么蓝会愿意去和，包括郝龙斌，我很赞许他。过去8年台北市长任内，金华城392容积1%不放，我非常赞许他，我敬佩他这一点。沈庆京还是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因为国民党市长可以力抗自己党的中常委到这个程度，我敬佩他。可是到如今，他不得不转弯啊。而且今天我看他那个转弯幅度之大，我看了其实相当讶异。因为他不止在讲说，要释放柯文哲，不能够再羁押；他不止在讲说柯文哲被司法迫害，甚至被问到了游淑慧跟钟小平的时候，他还讲一句说，成年人要为自己言行负责。我相当讶异，因为游淑慧议员，我也很佩服他。他之前在专案小组当这个调查的主席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认真，做出来调查报告，我们一起写那个调查报告，也写得非常好。而且他是郝龙斌在政治上的大弟子嘛，可是现在为了蓝白合，竟然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你不得不佩服柯文哲造出了这一股风向，造出了这一股势，让国民党整个低头，让国民党里面最悍的也低头。那何以至此？刚前面讨论很多网络风向的事情，我觉得2句话：网络风向不是万能，但是失去网络风向就是万万不能。你想想看，网络风向为什么不是万能？大罢免投票前，蔡总统一篇贴文22万个赞，投票完26-0当天再贴文也是22万个赞，网络风向都在啊。可是投票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如意嘛，所以它不是万能。但为什么没有网络风向你会万万不能？是因为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你画的重点在哪里。柯文哲很会画重点啊，894页的起诉书他就画说，大家来看哦，小沈1500是 Excel Pay， 他就只画这一句。他画了这句之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的支持者就不会看894页嘛，他的支持者就看这一句嘛。讲到现在，他出来之后，他画什么重点？查了1年没有证据。他的支持者就拿着这一句当成金科玉律，其他的东西一概不看嘛。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现在有人都没有在画重点啊，包括了民进党。好，这个不是批评，这是一个困惑。为什么是726到现在已经1个多月，快2个月了，战和仍然不定？战和不定是兵家大忌。柯文哲他很明显就是要战，蓝营很明显就是要跟柯文哲和。所以他们战和一定之后往这个方向，但是民进党到现在如果战和不定，出来要战的都死在前线，主张要和的也被人家批评。那在这样你整个团体战力被削弱的情况下，当然即使是一个贪污案的被告都可以史无前例的高调，其实是来自于另外一面的力量完全没有出来，所以你会看到的就是由蓝白主导的力量。但委员对国民党来讲，刚刚你也特别提到，那蓝白兼任和现在是个 ING 嘛进行式，可是中间会不会出现什么变数？譬如说，等到一审如果要是判决，我跟你讲，判决很多种嘛，无罪，那可能会涉及到
不是贪污或是图利其他的罪名，或是涉及到它有好几种不同。对国民党来讲，判决的结果会不会影响到蓝白合的一些？好，你有听到包括绿营的人一直不断的问一个问题，他们会问说冤狱这两个字，柯文哲直接定调是冤狱，还有小草喊得清清白白，国民党要背书这几个词吗？或是当柯文哲讲那个32-0的时候，言下之意好像是他是拿肉身去受难，换到了32-0。那这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尤其对那些委员来讲，会有很大压力吗？我想先回答32-0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啊。柯文哲在里面被羁押是其中一个因素，没错。那民进党政府是一个因素，国民党立委的努力也是一个因素啊。那我觉得讲到蓝白合部分，我觉得先以今天这个宣布要参选党主席郝龙斌市长来说，我认为他是绝对是一个国民党现在所有的党主席人选里面，处理蓝白合最关键一个人物，因为的确现在很多人讨论说，当时柯文哲之所以有金华城案子，然后要不是郝龙斌怎么样，也不会出现大家注意到这个事情了。他前面是有个互相谁先打谁的问题，大家都互相打过，柯有打过郝也打过柯，持平而论是这样子哦。那接下来就是说，那国民党要背书这个事情哦。的确，回到冤狱这个事情，我印象中，其实朱立伦主席好像在不知道哪个场合曾经有讲过类似说还柯文的清白之类的、哦，但大部分我面对柯文哲案子的定调就是金华城本案的部分正在诉讼当中，老实讲是没有特别定调。包括郝龙斌，他今天记者会讲的是什么东西？讲的是他的诉讼的程序的防御权的问题。那你说好，你说他针对金华城是否图利的问题？他用他之前市长他接触金华城方式，用他市长专业，他认为这东西是不对的。但不对的东西，但进到法院里面，他图利会不会成罪是一回事，以及图利成罪之后会不会有行贿成罪的事情。好，这完全这个严重程度完全不同啊。所以回到这部分，不管是郝龙斌，不管是后来的朱立伦，之前朱立伦主席，拜托我们那时候君悦饭店的时候，林涛跟那个跟黄志汉。两个对骂成这样子，我们林涛哥也是说翻页的嘛，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所有现在会合，绝对都是现在这个时候大家有共同的一个目标，还会建立起现在是否会继续合作。当然，很多人会有指点说，柯文哲过去怎么样啊，跟民进党合作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以此来提醒国民党哦。那我必须讲，以现在这个状态来说，目标很明确嘛，我们不合。按照虽然2024的总统2024的总统大选结果很难看，蓝绿之间也对骂的很难看，但结果就是两败俱伤，没有任何人得利。所以接下来讨论合作的时候，我觉得有前车之鉴，包含这个合作的部分，它到底该怎么样的进行一个合作，然后到底会不会吃亏，这个其实谁正谁负，我觉得现在都不是现在该讨论的一个重点，而是大家在这种不合作的经验里面。获取这样子所谓的一个失败的教训。最后讲，刚刚直播人很好帮我讲话，说假设我选区有民众党来，我会不会觉得冲突，或觉得压力，或甚至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哦？老实说，合作他们会来，不合作他们也会来。那怎么样？控制不了啊。那唯一可以控制什么？包含国民党跟我都一样，在这合作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增强我们自身实力啊。因为以前合作谈什么？民众党年轻票，我们跟民众党合作，我们才能赢得大选。但民众党年轻票越来越多，国民党年轻票就越来越少了。那这样未来老实讲，还是有机会被民众党吃的。时代化这样嘛，所以自己要做好自己啊，要把自己变强。合作当然可以合作，但合作过程当中也不是忘记就完全的依赖对方，而是把自己做好。OK， 博文刚刚苗直接讲，战合不定是你们的兵家大忌，但是当你看到黄国昌主席直接说他会跟柯文哲谈未来2026、2028的一切布局，大目标方向不变。让赖清德下台，国民党不管委员啦，或是其他国民党的朋友讲到就讲，经过2024，经过所有这些，他们也只有一个目标，要让赖清德或民党下台，就这样。所以当面对到是这些的时候，民党该怎么办？我想这个从这个上次的大罢免结束之后，现在确实是本党比较低迷的时候。那我觉得各位先进的那个指教，我相信不管包括我在内，所有包括党内的一些文宣部门，一定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倾听大家的想法。但是就我个人来讲啊，就是我觉得该站就站。那五哥大家也知道我个性，我觉得不对的地方我是该站，我也是该站就站，我没有任何什么一下要站一下和。好，那甚至于我认为这样就是说至少谈柯案，
我上任何争论节目也不会说啊谈柯案我就不去，或者说啊那个有哪一个同台我就不去。有一些人会这样，我从来不会。反正我觉得该为党的立场讲啊，我们真的错我就认错，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坦荡荡。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们真的遇到一个很可怕的敌人，我必须讲，真的很可怕。其实武哥你应该知道，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不止讲过一次，说柯文哲真的是九命怪猫。好，我从以前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一个人，假设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不管是不是政治人物啊，就算不是，只要他违法到这种程度，好，例如说，当一个政治人物被人家剧名就指控说，你至少我刚刚讲了，包括林命群啊、周信义啦、这个邱佩玲啊，还有这个朱雅虎等等这些加起来，再加上妙天那1000万，总共加起来至少2100万。这2100万是你当台北市长任内没有任何理由，你就收人家这个钱。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坦白讲，遇到这个事情哦，他躲到地洞都来不及了，他竟然可以出来讲说，我清清白白，我干干净净，就是因为干所以净。我坦白讲，真的是遇到对手了。为什么？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好，我讲实在话，这确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对手，他就是这样。好，那我现在讲，所以你说跟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合或怎么样？现在开始蓝白合谈得很沸沸扬扬，但是我这个我都祝福，因为这是有党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见。但是我只提醒国民党，有这么容易吗？好，我随便讲，不要讲到什么市长层级。我告诉大家，讲到市长层级，我就讲议员层级就好。新北市我最熟的地方，新北市有一个区域我先不要讲，因为到最后还要看人口调整，人口数调整。保证一定会有一个地方会少一席，一个地方会多一席。好，我跟大家讲，那个预估会多一席的地方现在已经多出至少3、4名，就光我们党内就至少3、4名。我相信国民党内一定也至少3、4名想要抢那一席。光一席就那么多人就要讲，光党内你看怎么摆平就是一个问题了。好，少一席的那个地方，大家讲那少一席的地方至少比较轻松一点吧？没有。少一席的地方没有人要退，少一席的地方每个人都一定战到死，战到全家身家性命都结束都没关系，我就是不能输。选举就是这样啊。我刚刚讲的还是议员呢，你想想看，一个泱泱大党国民党，好歹他也是100年大党。新北市，你真的有办法让吗？你新北市黄国昌说我要选，黄国昌是多霸道啊，他连跟他们谈都没谈就是我就先宣布参选，先滑先赢啊，我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就先选。我只是说这个当然蓝白合不关本党的事情，当然我们会密切观察他们的发展，但是没有这么简单。我跟大家讲过去就算是同系统的，国民党跟亲民党的合作，到最后当时大家记得，你回想一下2000年到2004年当时2000年那时候阿扁这个险胜之后，大家说2004年连宋和一定会赢，只要是亲民党跟国民党并起来，连宋绝对赢。当时还没投票之前，我不骗，那时候。多少国民党的高官已经在分我可能未来什么位置，我来处理我的专业。结果2004年照输。当时还没投票之前，我不骗，那时候。多少国民党的高官已经在分我可能未来什么位置，我来处理我的专业。结果2004年照输。为什么？我认为任何的政党的结盟，你看连那个国亲那个属性这么像的都会搞成这个样子，你更何况我认为从柯文哲的出身，黄国昌的出身，他原先坦白讲是绿营，这2位都是绿营相挺上去的，他们个性是变来变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亲和未来会不会如他们国民党现在一厢情愿的这样子？我坦白讲，我实在觉得我是比较持悲观的看法。不过我尊重他们。而且你想想看，郝龙斌当时他讲到金华城，他说这一定图利，一定违法。为了这个事情，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转换成另外一个态度。我觉得坦白讲这些政治人物这样的嘴脸这种前后不一、矛盾重生。大家都看得出来，然后到最后再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都是因为你们民进党造成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只会让人家看笑话而已。不要忘了，我再次强调，金华城、郝龙斌第一个讲出来，这一定图利，一定违法。他的子弟兵游淑慧出来检举，国民党的钟小平出来检举，没有一个是民进党的。OK， 尚总，
在你除了在立法院，在跑政治看了这么久，大家形容柯文哲都用九命怪猫，因为他自己也说过，国内政坛很少有人民调下去以后能上来，但是他是2018世大运嘛，然后整个翻上来，对不对？刚才来宾所讲的，所以在未来，在跑政治这么久，有涉及到好，第一个无罪推定原则一定是这样，那没有被定谳以前当然是这样，可是7000万交保这个也是事实，那就政坛看过，就是如果面临到有贪污罪啦或什么什么这些，刚才伯恩讲的，但是交保出来以后是这么高调到用所有这样的方式，以前有看过吗？第二个，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他的政治生涯从他交保那刻开始，是开启了另外一个往上走的路吗？我觉得他往上走的路会不会像2024年那个369万那个啊？我觉得现阶段他距离还有，就要回到那一个阶段，大概目前为止看不出来。OK， 如果真的到那个巅峰状态，如果他现在是当年的巅峰状态，我跟你讲，北院那一天早就翻过去哦。早就翻过去了，18分钟，1个小时可能都还走不到。那当然，你说柯文哲目前为止，就蓝白里面能不能没有白银的票？就未来进驻2028，能不能没有白银的票？这个是关键嘛？如果可以不要，那蓝营一定我会赢，我可以不要。那今天干嘛大家要做这些事情？政治上面。为了蓝白合，你对柯文哲的说法是一变再变，连自己成年人的话都自己负责。不要忘记他们是议员哦。议员哦，你现在丢一句话是成年人的话自己负责你的子弟兵在议会监督。为了职权，现在可以讲到那样，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真的是在柯文哲设定的框架里面，就是政治操作的框框里面在走。在走的时候，那毫无疑问，柯文哲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他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说他的支持者一下子扩充了多大，而是我这一股力量在我设定的政治操作里面，你蓝营进来了。所以每一个选党主席的，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刚才说什么百年泱泱大党，百年泱泱大党，我没有看过登记要选党主席的是好，不要讲了哈。讲就以前至少还有一定的辈分分量，选党主席。今天不管任何人，现在都说柯文哲，陈立文，柯文哲是反绿的，要下架赖清德的一铁良药，罗志强，我们要成立政治迫害，调查委员会，然后就看到最近郝龙斌从1年前一定有罪一定图利到现在，然后你就看到了朱立伦政治积压，怎么样？每一个人，他们是在选国民党党主席吗？我觉得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民众党选那个党代表，柯文哲是永远的主席。他们是在选国民党党主席吗？我觉得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民众党选那个党代表，柯文哲是永远的主席，那个政见，你有没有发现这次的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有一点像民众党那个党代表选举？那你这样走下去，你说柯文哲未来会怎样？我觉得他也不会回去选那个党主席啊。那你记不记得他当时辞党主席，就是因为避免官司走到避免，认为我对民众党实质影响力嘛。那你现在再回去的时候，这么多证人在民众党内，你的实质影响力扩充，那北检刚好又是一个抗告那个拿出来的理由嘛。我认为他不会回去。
但是他绝对有他的影响力。有媒体不是写什么大事黄国昌小事黄国昌，大事柯文哲。我觉得博雅今天讲了一句话最对：谁决定大小事，那才是 key man。那谁决定大小事？当然是柯文哲嘛。这个事你们就跟那个黄国昌讲就好了。这个事你们去跟黄国昌讲就好。你没看到黄国昌？第一时间，大家说2个太阳，我说从头到尾都没有2个太阳嘛。你2年条款被握在谁手上？柯文哲手上嘛。第一时间柯文哲出来，第一时间我会去跟他报告我们的党务进展最近的情况。他向柯文哲报告。2026年、2028年我要找柯文哲讨论，谁是太阳？很明确。那太阳未来如何影响？它会变成一件很大的事。OK， 所以蓝白合现在在讲了半天，真的，柯文哲如果到最后兴起了2028的念头，国民党要怎么处理？而且不要忘记国民党现在千万不要把柯文哲捧得太快哦。我们刚才律师也讲了嘛，2个月那就明年大概过年前、过年后，对啊，一审判决以后就往高院移。是。北检就交给高检。那请问你北检要干什么呢？宗主爱主手很闲。你说还有其他案子的意思吗？财产来源罪要不要办？那时候你不要忘记那个起诉新闻稿里面第5其他，那个里面列了3点：柯文哲前市长任内被告发的案件另案侦办，财产来源不明罪另案侦办。其中一个是那个穆可那个政治现金分润继续侦查，没有案了吗？就你认为明年北检跟柯文哲都无关了？只剩下高院高检有关吗？那北检手头上其他案子要不要办 ？OK， 所以柯文哲里面国民党要去思考，不是今天如果柯文哲只有这一个案子就算了。大家为了蓝白合讲政治就算了，那后面未来的案子呢？来，委员来最后30秒。我认为蓝白合都不单纯完全是讲政治当然的确柯文哲有很多其他的案子包含其他金流案子，这也是现在正在被调查过程当中的事情那我觉得国民党，我觉得这个老实讲，这个人为言轻就是接下来党主席要怎么样去定调对柯文哲本案的其他案子的一个态度。的确决定了蓝白合未来的方向，但同时也会决定社会怎么去评价蓝白合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智慧我留给我们接下来当主席。OK， 来就这个如果为了蓝白合可以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黑的说成白的，然后自己的过去的说法不用任何理由，就只为了蓝白合全部可以改变。我认为这样的蓝白合，选民心中自有一把尺。OK， 在今天北检已经正式提出抗告，那提出抗告以后，那到底结果会是怎么样？大家长期以来大家都知道了，要不就发回，要不就是驳回，然后最后会是怎么样？可是对柯文哲柯前主席从昨天交保以后先取得这一股旋风，未来对国内政治还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是明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